国产电动车里面最有发言权的就是比亚迪了。那么比亚迪今年最重磅的车型是什么呢？你们都要看的比亚迪海豹，它来了。这绝对是比亚迪目前最漂亮的车型，没有之一。海洋王、海洋生物系列的旗舰车型，全新的设计，全新的技术，海豹可是一平台3.0的集大成之作。前脸设计采用了海洋美学，延续了 Ocean X 概念车的设计语言，车灯组成了一个 X 的造型，看起来非常的前卫动感，而且显得车头非常的宽体低趴。双 U 型悬浮式的车灯，是不是看起来还挺立体的，并且整体造型还是挺犀利的？而且你看这里。这边也是可以点亮的，而且这个造型像不像是一个水滴落在大海里面，然后形成的那种涟漪波纹的感觉？整体海豹的前脸设计的，我觉得就是恰到好处的感觉。海豹的车高只有1460毫米，轴距2920毫米，所以这台车它够低够修长，再加上超短的前悬，让这台车看起来就是一台后驱运动型车的感觉。因为这台车是单电机后驱版嘛，然后它还有双电机的4驱的版本。那这台车轮毂呢，它是有19英寸跟18英寸可以选择。我们这个19英寸的是这种刀刃式的感觉，看起来还挺锋利运动的。然后另外它海洋元素的设计体现在哪里呢？就是比如说它侧裙，你看这里是略微有一点海浪的感觉，然后就是它车尾的这里了，一个个的小水滴的造型，看跟后面的海还是挺呼应的。因为海豹主打的就是年轻运动嘛，所以它尾部的设计还是挺夸张的，特别是底下的这个扩散器，视觉上就给它增加了10马力。然后就是贯穿式的这个尾灯了，看起来是不是有一点远处的那种海平面的感觉？两侧延伸出来的这个水滴样式的尾灯呢，就很像分散在岸边的一个个礁石。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后备箱。后备箱呢，能够看到是一个全屏的空间，而且作为一个中级车，它后备箱的进深还是挺长的啊。然后看一下它打开这个盖板，里面还有一个分隔出来的隐藏的储物空间。除了这儿啊，前面还有点小惊喜呢。看这儿，打开这个盖板，有个前备箱。那这里呢，它能够隔水隔味儿，像我们平时买一些冷冻的海鲜呀，就可以放在这儿了。然后跟内部的座舱完全隔绝开来。走，我们现在上车。坐到海豹的车内，那这台车呢，我刚刚把座椅调到了最低，我发现这台车的坐姿比很多的电动车的坐姿都要更低。因为它的这个 C2B 电池车身一体化的这个技术吧，所以说它的车身底盘能够降得更低一些，因为它不用在底下再挂一个电池嘛。所以说，再配合上它这一体式的运动座椅，它的这个座椅的包裹感也很强，你坐进来就觉得很有想去驾驶它的欲望。就这台车坐进来，感觉它是一台挺战斗化的车，可能跟它这个海洋系列不同于王朝系列的这种运动年轻的属性也是相吻合的。另外，坐进这台车内之后呢，我最喜欢的一个内饰的配色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蓝色的内饰，它看起来非常的干净舒心的感觉。然后再从设计层面上我们来看呢，那这海豹的设计，你会发现它车内几乎没有那种很锋利、很平直的线条，它几乎都是这种曲线的设计。比如说前方中控台上面的这个曲线呀，座椅上面的线条啊，还有中控区域的这个，就是灵感来自于小蛮腰的这个设计，还有中间的这个圆形的控制区域。你看这个水晶挡杆是不是还挺小巧精致的？他们管这个叫海洋之心。然后就是整体的它的这个设计吧，我就觉得是很有那种海浪的这种很起伏的，然后同时又觉得很温柔的一个感觉。那另外用料方面呢，你看座椅全部都是真皮的。那在前方中控环抱区域呢，这里呢它是采用了麂皮的材质，就用料方面也还是挺高级的。再加上一些蓝色缝线的点缀啊，你就觉得，海豹这台车它很懂年轻人现在想要的那种感觉，但同时呢，它又很懂我们想要那种就是像起居室一样的那种比较舒服的感觉。我觉得它刚好把这种年轻的感觉和舒适的感觉融合得很到位。然后配置层面呢，前方有2个手机无线的充电，就这个还挺少见的。然后另外就是比亚迪的这块旋转大屏了，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吧？那里面的 D-Link 这套系统使用起来呢，也是功能性的丰富，然后以及操作的便利的程度都是非常的在线。然后比亚迪的这个车载 KTV 还会给你配一个小的麦克风，就是可玩性还挺高的。所以从设计层面，无论是外观和内饰，我真的都非常的喜欢。海豹的后排，我觉得比前排要更加舒适。我觉得在中级车里面，它真的是一个比较上乘的水平了。
首先要表扬的就是它这个全景大天幕，现在真的坐在这儿一抬头，就有一种海天一色，然后这台车也融入其中的感觉。另外2驱长续航的版本呢，跟4驱版本都是配备有后排以及后风挡的隐私玻璃的，这高级感是不是一下子就上来了？再就是空间方面了，因为这台车是基于 E 平台 3.0 打造的嘛，那么 E 平台 3.0 呢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的高级程度，那这个高级程度呢就是它车内的布局会比较紧凑，所以说它的空间也是更加的宽敞舒适。你看地台也是全平的，那腿部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宽裕。大家可能还有一个担心啊，就是这个全景大天幕呢，确实视野好了，看起来很炫，但是坐时间长了会不会有一点烤头顶？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那海豹呢，它是全系赠送遮阳帘的，怎么样？是不是够周到？那现在静态咱们体验完了，把它开起来试一试。我们来切换运动模式，电门踩到底，小海豹出发！这台车还挺快挺猛的。海豹这台车不是有单电机后驱版跟双电机4驱的版本吗？我们这台试驾车呢是单电机的后驱版本。它是在后桥呢搭载了一台永磁同步电机，那么4驱版本呢是在前面加了一台交流异步电机，但是4驱的现在还没有开始交付啊。我们现在拿到的试驾车全都是这个单电机后驱的长续航的版本。那这台车续航呢，它也是分为550、650跟700可以选择。上到700一台纯电车，我觉得这个续航真的是可圈可点。那再来讲一下这台车它整体的感觉啊，那它的这个电门踏板的感觉是我很喜欢的。我其实一直呢用的都是这个运动模式，它还是比较灵敏的，但是呢它并没有给我们造的那种特别窜，就是很电动车很眩晕的那种感觉，其实还是比较稳的，比较线性的感觉。就即便是运动模式，它也不是很窜。那我们这个单电机的版本呢，它的100公里加速时间是5.9秒，它没有给调得很快，再加上这台车嘛，它的整备质量也不是很轻，就是因为它也是大面积的使用了这种高强度钢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整体的这个感觉5.9秒，我们日常在城市里面驾驶也完全够用了。如果说你想要高性能啊，那4驱的版本就能够满足你嘛。那4驱的版本它的100公里加速时间能够达到3.8秒，但其实我觉得我们日常使用来说啊，这个5.9秒完全够用。毕竟你也不是每一脚电门每一个红绿灯你都要一脚踩到3秒几，对吧？那有点太过于激进了。那除了这个电门踏板的感觉呢，其实我觉得它松开电门的这一下呢，动能回收的感觉其实也很像我们燃油车松开油门的那种感觉。就是整体呢，它是那种无论是它的这个动能回收，还是它整个动力输出的感觉，真的都跟燃油车还挺像的。而且比亚迪海豹的这款车呢，跟比亚迪以往的那些纯电车型呢，驾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就能感觉出来它还是想要调的偏向于运动啊年轻化的这种感觉。那另外讲一下它的这个刹车的踏板吧，它的刹车踏板呢非常的灵敏，是属于那种我轻轻搭上去就是轻点一脚，它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制动的感觉，就是它会有一点点那种点头的感觉。但如果说你会喜欢那种运动型车啊，那种性能车的话呢，那我觉得其实这种感觉对于你来说无伤大雅。那如果说你平时习惯开那种比较舒适的比较软的车的话，你可能拿上它的时候上手的时候会需要适应一下。但整体来说吧，它无论是加速的感觉还是制动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好上手的。它除了刚踩下去的那一脚会有一下点头之外呢，你再深深踩下去，它整个制动的感觉其实还是挺线性的，而且呢你也能感觉到它的刹车距离也比较短，就是还挺有信心挺有安全感的。那么再就是这台车的底盘了，海豹的底盘呢采用的是前双叉臂后5连杆的结构。那这个底盘呢，它对于这个侧向的支撑抑制的是非常到位的。再另外呢，就是它这个 C2B 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呢，不但是对车内的乘坐空间有了一定的拓展，那同时呢，它也能够体现在我们的这个驾驶的品质上。它体现在哪儿呢？首先，
因为有了这个 C2B 的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所以说它这台车的扭转刚度能够达到40500牛米。那么这个数据呢，已经接近一些豪华品牌的旗舰车型的水准了。所以说这一点还是真的挺棒的。那体现在我驾驶的过程中呢，它其实就是能让我感觉到它的整台车的重心会更低，那同时呢，它车身的这种一体感会更强，尤其体现在我高速的去并线、高速的去过弯的时候，你会感觉这台车它车尾的循迹性会很好，就是这台车它是非常灵活的。那同时呢，整个的这个车身也非常的稳定，你会觉得它的姿态就是很稳健，它不会有过多的侧倾给到你。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这台车它体现在驾驶方面的优势所在。然后转向的感觉呢，它虽然是有运动啊、节能啊、舒适，但是它并没有体现在方向盘上。就算是运动模式，它方向盘也是非常的轻的，而且指向性也很精准。所以这台车它的这个驾驶质感啊，我真的觉得在这个价位里面来说，还是真的表现的挺不错的。那海豹呢，虽然是一款主打年轻运动的车型，那在我今天的体验中呢，它给我的感觉并不是一款追求极致性能的车型，它其实定位还是一款偏向于舒适家用的车，但是在舒适的基础上，它又是一台非常好开、非常灵动的车，这就是我对于这台车的感受。比亚迪海豹售价20.98万元到28.68万元，那我们这个后驱长续航版本呢，也要25.98万元了。那其实这样算下来啊，对于年轻人来说，它的售价并不便宜。但是呢，它从预售啊到成都车展这个期间，订单已经超过8万台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去选择它呢？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价位吧，你其实很难找到一个像它这样综合的车型。就比如说有它的续航，有它的品质，然后有它的驾驶质感。那么这样看下来呢，其实它就胜在它的全面吧。那这台小海豹是不是还挺讨喜的？那么你愿意认领它，成为它的主人吗？我是卓卓，拜拜。